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简舒培，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五哥好；时事评论周伟航老师，大家好；右手边为你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大家晚安；资深媒体人邱明玉，五哥好，大家好；网红大妈老司机朱慧荣，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明。大家晚安。好，那全国所有的观众朋友，大概你所有的情绪好。在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包括跟中华职棒的会长蔡其昌蔡会长，那聊了这一次过程很多的一些辛酸血泪史。那我为什么能够从当初大家都不看好，一路打到最后拿到冠军？哦，有一则新闻一定要先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今天看所有在国际排名里面，我们排名全球第2 ，OK？ 那当然第1名还是日本，不过我们跟日本的距离已经拉近了，拉到大概270分左右，这个分数。那来的真的非常的可贵 ，OK？ 所以当全国情绪还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甚或已经在想着，明年2月的时候，对，那经典赛我们要从资格赛开始打起，明年2月要开始打，接下来还有很多的比赛，一步一步往下走，跟棒球一样，一个一个抓，一个一个拿，一步一步往下走，扎扎实实的拿。但这个时候，平心而论啊，一善是大家想到的都是怎么样能够把这叫我们的国球吧。对，好，国球有国际的比赛，国内有职棒的比赛，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你要真的支持他们的话，你就进场去看，真的用你的热情燃烧所有的球员的灵魂，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说实话，它是我们国民情感的投射。可是馆长最近的一些发言引起网络上非常多的一些讨论。没错啊，先跟大家报告好消息，我们这一次啊，因为我们打到冠军之后，我们的整个国际的世界的棒垒赛总会，我们进步了270分哈，直追日本啊，只输日本啊一些分数啊，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变成全世界锁定的对象啊，要禽收可能要禽收台湾了啊，因为未来包含明年的比赛，经典赛比赛，我们要从预赛开始打啊，不是说我们就是保送的队伍，我们要从预赛开始打的时候，各国一定把台湾当成是主要的目标嘛，所以我们要不断的精进。先跟各位报告好消息的是，我们的亚洲少棒赛啊，16-0，昨天克倒中国啊，16-0，今天1-0啊，赢了日本。我们要打冠军赛，我们连少棒都打到冠军赛了，表示台湾的棒球在这几年的努力之下，真的是让人家刮目相看啊！而且我要讲的是说，为什么少棒那么重要？是因为像我们这种年龄，是从少棒开始看起的。当初所谓的威廉波特的少棒赛，凝聚了多少台湾人？那时候那个年代，1970年代，台湾退出联合国，风雨飘渺之中啊，好不容易让中华民国、让台湾、让世界看到说这个国家还挺立在那边嘛。所以为什么大家晚上半夜看棒球的时候都会放鞭炮？这个就是民族的凝聚力。所以台湾这一次的世界冠军，为什么大家到现在都还嗨不完？就是因为它凝聚全台湾人的民心嘛。所以政治人物要蹭啊，说真的也不是不行，但是蹭要蹭有道理。蔡其昌我觉得他蹭的非常有道理。第一个，他关系叫做预算的问题嘛，包含未来如果财划法过了之后，我们的所谓的国光奖金会不会降低？未来在立法院的总预算，因为明年我们要打经典赛嘛，经典赛的预算要用到所谓的这一次立法院要审议的总预算啊，这是因为拖了到1月可能才会过这个预算，会不会影响到经典赛的一个进行？所以他也呼吁蓝白立委不要去删这些相关的预算嘛，这个都非常重要。我先插一句话，第一个，那其昌讲说，大家不要再讲我在蹭，好不好？因为第一个，为什么讲是蹭？我知道那个一赛讲的是好笑话，但是他讲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因为陈杰宪第一个感谢的就是蔡其昌 ，OK， 因为他过程上，第二个他讲，他昨天来上节目访问的时候，特别把奖牌带来，是，昨天那杯奖牌是热的，是他刚拿到。对，他跟我讲说，吴哥，我有拿到奖牌哦，这不是我借来的哦，因为他们是总共发大概42面还是40面奖牌，就是所有的球员、教练团啊都有，行政人员也功不可没，所以他是有只要正式名称的，像领队啦或什么哪些行政人员有这个奖牌的，所以他拿到的那个是真正属于他的奖牌，他也有世界冠军的奖牌。对，我要讲的是说，棒球的发展当然需要政治人物跟政府的资源嘛，包含蒋万安，我觉得也很好。但是你要提出具体的主张，譬如说大巨蛋，你那个漏水问题，赶快去叫远雄，赶快去解决嘛。另外就是说，明年只办25场比赛，被球迷说太少了，是不是多办几场？现在好不容易热起来，球票可能也卖得很好嘛，所以是不是25场比赛可以增加一点议员在这边嘛，可以要求嘛？还有远雄大巨蛋。
欠我们的棒球纪念馆要还回来嘛，不要说所有的空间都在卖东西嘛，可不可以有一个地方叫做我们台湾的棒球纪念馆？毕竟它是台湾第一个所谓的室内球场，第一个大巨蛋。如果没有棒球纪念馆，我们的一些记忆跟历史回忆，怎么让所谓的全国的人民知道呢？这个才是最重要。说讲完，假设你真的要推动棒球运动，应该做的事情是这些事情，而不是应该说给奖金之后给悠游卡还只给2年，这些东西都会让人家笑了。说真的，政治人物，棒球需要政治。棒球需要政府的资源，但是要做对的事情哦。但是另外蹭的最不好就是馆长嘛。什么时候不好讲？讲就大家最痛的那一块叫做签赌嘛。签赌，我也是球迷啊，我的2支最喜欢的球队都解散了，一个叫时报鹰啊，廖敏雄不见了，廖敏雄现在在台北市政府做那个。廖敏雄那时候外号叫棒球王子，是那么优秀的选手。你看我们大家对那时候棒球的回忆会到这种地步，你点名每一个人，包括他们的外号那些，我们大家都知道。对，另外一个就是陈泰 Cobra。Cobra 林英杰最强左投也不见了，为什么这2支球队都不见了？就因为签赌嘛。签赌不只是伤了球迷的心，而且是整个国家资源这么多的资源培养的选手，他们后来的职棒生涯都会因此而中断嘛。所以为什么馆长提到他做球板的时候，大家那么生气？我就讲一个人，这次我们的打击教练在黑象事件的时候，他讲那时候的惨况，跟这个所谓的我们的恰恰怎么去讲他的心情的。赛前练习空荡荡的观众席，告诉自己可能球迷还没下班吧。比赛开打的时候，球迷还是寥寥无几。我告诉我自己，应该还在塞车吧。如果你不进场看球的球迷，因为那时候签赌黑象事件，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我们会更努力，让你们更信任我们。他最后一句话说：“我打到球迷回到球场为止。”这个是恰恰。黑象事件对于所谓的兄弟象是这么大的伤害。这么多的球迷因此而失望，他用这样一句话鼓励大家，而这一次他作为我们打击教练，好不容易把冠军拿回来了，你还在提所谓的职棒签赌事件，难怪球迷会不断的洗馆长的板，说你不要再用这样的事来伤害整个台湾人对棒球的喜爱了。那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其实从一开始职棒从元年开始一路往下走，到最后刚讲黑象事件以后最惨的时候，各位观众你回去 Google 一下，那个空荡荡是你难以形容。那个空荡荡是台湾就算没有大巨蛋，随便一个打球的球场，你说坐个大概上万人左右，差不多，1000人以下，人数少到你工作人员大概比观众来得多。我为什么要看？我不要看了嘛！我看你干什么呢？我都不知道你们在这边是在演戏还是在干什么。那时候因为假球事件、黑象事件，球迷的心情会变成这样，所以人数荡成这个样子哦。刚讲的包括解散的球队，当然有的直接涉及到有球员涉及到签赌的问题，有的是因为那就没人看了。就算我的球队没有涉及到，没人看，我干嘛要再继续支持职棒？那时候会变成这样，大家讲的风雨飘摇，已经变成这个样。后来一路靠着把球迷的心拉回来，到了现在，我觉得这一次算是把所有的球迷的心，包括把所有的运动，职棒运动大概拉到目前来讲，我觉得是一个高峰。当然，希望未来还有更高的一个高峰。只是在这过程当中，对你再拉起大家以前对那一段一些的回忆，希望不要再有任何这些。我看到在今天苏培，你先去告，对，告的过程，那是因为这整件事情总是要给大家一个交代的意思吗？礼拜天台湾队得到世界冠军，所有人都非常开心哦。那民众党总是有不一样的声音，那也就算了。但是馆长让我最生气，因为他在直播上面多次的拿职棒涉赌这一件事情拿出来说嘴，而且还把自己曾经当过这个球板丢帮然后收过水钱这一件事情拿出来大放厥词，而且还说这谁都知道啊，我就是这样子啊，你也知道我就是黑道啊，那时候职棒怎么样，我看出打出全垒打，我的眼睛都要掉了。你知道我认为我没有办法接受，是说棒球曾经是我们最喜欢的一个运动，我们也认为它是国球。然后我们曾经在职棒刚开始的时候，只有4队的时候，我们都到球场去支持它。
后来是因为涉赌的事件，我们开始伤心，我们不进球场。那现在我们又重新把那个国球的氛围，在球员的努力之下，在国家的努力之下，在喜欢棒球的人努力之下，我们感觉又要重新把那个国球的氛围整个拿回来的时候，为什么有一个人一直把这个职棒签赌的事情拿出来，在大家的伤口上面撒盐，而且还把自己走阿桃这个事情拿出来，这个自满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事情然后所有人都说要去告，但就是没有人去告。所以我昨天呢，我就跟陈协会打个电话，因为陈协会以前是在职棒联盟服务过的，我就打了电话给他说，我们去提告好不好？他说好，我们就去提告。告的原因是什么？告的原因是希望这件事情到此为止，而且该被追究的也要追究，因为我们无法容忍这一件事情。也要追究，因为我们无法容忍这一件事情。而让我最大的动力是什么？你知道要去告馆长，其实大家心里都有压力。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所有的人都不想要是馆长嘴巴骂我，讲完我的名字后面是跟着三字经的。你知道吗？所以很多人想要去告他，但不愿意去告，就是因为怕馆长今天晚上的直播就把简书培叉放在他的直播上面。很多人都是因为有这种心理压力，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去告。但我找了陈协会去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兄弟象的球员周思齐之前隐退，隐退完之后，在最近12强的这个棒球很多的影片嘛，我在刷这个影片的时候，我看到周思齐有一段影片，他说他在他的职棒生涯当中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曾经在饭店里面被黑道带走，而且不止带走一次，他每一次被带走，他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回来，会不会被活埋。然后只是因为他不愿意配合，他说在那个黑暗时期打球，一边是球，一边是枪，我觉得这样子的，在这样子，你在看到这个影片，然后你又看到馆长讲这个话的时候，你身为一个公众人物，有一点点权力，有一点点声量的人，你在这个时间不站出来我们的球员身边，何必还当政治人物？好，再来，我的儿子现在开始打球，他是打社区棒球，你知道练棒球这一件事情好辛苦，那个球那么小。你要接到它，你要打到它，你要经过非常多的练习。这我们的球员每一个人都是经过这样练习。也许他们更有天分，他们能够打得更好。但是如果没有努力，他们是做不了这些事情的。他们在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然后有了这些美技，然后如果因为黑道的介入，因为这个好赌的人，这些黑道人士的介入，让他们的这一些美技后来只是变成黑道的敛财工具。我觉得这也是无法接受的嘛。黄国昌委员，为什么你只有引以为戒4个字？我觉得这很难接受，所以我今天去提告了，包含赌博罪、包含诈欺罪、包含组织犯罪。因为赌博的部分追溯期，这个本来民众党说只有5年嘛，但其实不是，是20年。因为那个如果是盈利赌博的话，盈利赌博的话是20年，然后诈欺，然后包含到底。这个馆长在那个时候当主头的时候，是有没有组织的一些犯罪，我都觉得检察官应该要去查。不过这整件事，因为姚明也是算资深球迷，因为包括到现在到大巨蛋看球，所有这些，所以这一段为什么会引起大家这么多的一些好？你说叫愤慨也好，你说叫讨论也好，这是因为有他的一些历史因素到现在。那当然馆长也有讲说，你们干嘛一直针对他讲成是这个样子？他生活讲说他讲过这些，他以前就讲过，他不是现在才讲。大家为什么要把它搞成是这个样？可是在这个节骨眼跟那个节骨眼上，是不是就是有很大的一些不同啊？因为现在包括大家对于这些球员的关怀关爱这些甚或了，平常讲，连赖清德总不是那天有讲那个林家正那个打球，对你知道赖清德说他确实是资深球迷，他也很喜欢棒球。但是你知道，现在变成业余的要去指正那个职业球员的时候，那球迷还是会有意见啊，这些。小哥，你知道我今天早上我去吃早餐，隔壁桌在聊棒球，我想说哇，球迷就真的很多哦。对啊，而且现在还在聊。对，结果他们讲说，这场我没有下。
他说的是9-6那场我才下冠军战我没有下然后说日本很强啊幸好我没有下然后可他在讲应该是运彩吧？对，他是说这个我就没有听清楚他们到底讲的是运彩还是这种所谓的 Q 帮啦。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说这种所谓的签赌在台湾那就是一个某种程度叫地下文化，而且是很多人都参与那我觉得馆长当然他的言论我必须说是不当的，尤其对很多球迷，大家还记得吗？今年有一位这个曾经牵涉过这个赌博的前球员。前球星了吧？对，球星，K 金战士突然跑出来然后呢，哎呀，这个讲了一些话，人家就讲说你凭什么？你凭什么蹭棒球？你没有资格。我们的球迷其实会对这种所谓的曾经参与过签赌的这些球员是非常的愤怒的。那当然，包括今年有一个这个周思齐，刚刚提到周思齐他退休，他隐退仪式里面他讲了一段话嘛，他就说，如果你看到我们的小兄弟我们的这些小球员在不良的场所。拍拍他的肩膀，跟他说回去练球吧。他有说不要拍照，对，不要拍照，请叫他回去练球。其实主要讲的，其实这一次我必须讲，这一次12强里面有一位球员甚至那个手势对，都是有意义的。那一位张振宇，刚好他是我大学学弟蔡正南教练指导出来的。他就是今年因为曾经涉足所谓的这种德州扑克的场所，所以他被禁赛。对。而他意外的入选了这次12强，一开始所有球迷酸爆啊！你知道那时候那个例行赛的时候，有一队的球迷还做了一张扑克牌把他的脸 弄在那个 K 老 K 的那个脸上面笑他笑他是个赌徒结果他这次的表现让很多的球迷决定写道歉表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球员愿意那个我觉得某种程度叫浪子回头金不换，这样的我们给予肯定。可是我必须说，像馆长他拿这个签赌来，我真的大可不必。不过很多人说，哇，林玉敏这次他的这个造型，那个刺青，然后呢，很狂野那种，很多人就说什么是不是8+9啊什么？没有，我必须讲，这个都是很刻板印象的那种。其实今天他的高中老师秀出他高中历史都100分呐。对。你不要你不要以为都是选择题这里有一个谁哪一个皇帝晚年自称什么老人十全老人历史课你看这是填空他是100分的林玉敏是其实某种程度算是认真的球员而且我必须说他的妈妈很辛苦的经营早餐店，在台东的这个靠近资本那边那他的妈妈因为他想要这个旅外，特别加强外语。所以呢，他妈妈还帮他请了1对1的英语家教。所以你看他那天被大联盟的记者，美国的记者访问的时候，他是直接用英文，是我们是小国，我们一样可以成为世界冠军，讲得非常流利。所以我觉得让世界看到台湾，其实是每一个这些球员，让我们都沾光啦。我们真的我承认我们都是在蹭。但是我们蹭着很开心，很开心，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OK， 那可是过程当中，当然你看到小雨馆长又跟你讲嘛，他盛会跟你讲说，我又没有在弄中华职棒的，他讲说他那时候对他后来讲说他就算做球板，他是赌美国大联盟的，他没有在赌中华职棒的。你们大家为什么要这样？这些盛货，接下来你可以看得到，那包括民众党有一些朋友就直接讲。那像庄瑞雄委员在质询台上的时候，有没有也提过类似这些？庄瑞雄是直接出来开记者会，他开记者会里面第一个他就讲说，不要把我没讲的话塞到我嘴巴里面。而且庄瑞雄是他是 TVBL 的，就是直篮，他是直篮的会长。你知道，那庄瑞雄有跟我讲，他说一般老百姓要不要赌博，那也不是我们大家能够管太多的。但是第一个运动圈的，第二个。政治人物这些，尤其到涉及这些，打死不能碰。所以他那天出来讲，因为他那天讲的应该是在讲那个比例嘛，就赔率的问题。他希望说那个运彩的赔率是不是能够吸引民众，因为运彩它会有一些包括公益的一些，所以大家才会有兴趣。他讲了很多这些，但是被民众党拿去做图以后，他就只要求2件事：下架、道歉。
啊，就是这个4宫格啊就出来啦，对啊，哦，这个赖总统待会再来讲啊哈。那这个陈启玉啊，这个确实是因为迁读嘛，但是人家现在也投案了，那我必须要讲你们橘子嘞，就如《镜周刊》讲的橘子嘞，贵党的橘子嘞哈。然后这个吴丽华啦哈，吴丽华这个也被拿出来讲。好，那庄瑞雄的部分哦，我先讲，就说今天民进党党团还要把他当时完整的这个质询稿逐字稿全部都有拿出来，如果还不够的话。可以建议民进党团再把他质询的片段也再放出来。那当时呢，这个庄瑞雄他是去质询教育部长郑明谦了，他的意思是说哈，因为我们现在那个体育部还没有升格成体育署还没升过体育部，就是教育部管的哈。他是跟他讲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台彩就是还没有到很热的时候，我们现在年收入是600亿，那600亿我们要拨10%去，最主要是做公益，还有发展我们的这个运动，我们的这个运动基金。所以台彩为什么要很关切这一点，是因为跟我们的运动发展基金是有关系的哈。那他的意思是说呢，他就来比较，他说不是他啦，哈，是他旁边有朋友多多少少都有在玩，那他就去跟，因为郑明谦他不会玩嘛，他就郑明谦说他没玩过，所以他就说他跟他解释，他说像台彩的赔率就比较低，也比如说你买100块你可能顶多赚50块，好，那他说这个地下的那个签赌的话你是1万块，你可以赚到9000块，好，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光是赔率啦，你也玩不赢人家，但至少你玩法上面你要怎么样去刺激的这样子的这个买气，他是说建议这个教育部长是不是可以研究一下，他其实是关心的是说，因为600亿你可以抽10%、60亿，他希望可以再往上提升，你就可以对我们的运动发展基金是有所注意的。那我觉得那他这个庄瑞雄明明就没有说他自己可是你民众党就刻意要说一个我也在还，我多少也有在玩 Q 帮，那我会觉得人家没讲的话你就硬要塞人家，我觉得是不道德哈。那回过头来我讲一下这个馆长的部分，可是他们有下架吗？他们有修改，他们后来说，对他们陈架不是说，那我们就修改改图，下架。可是他们没有道歉，他们是没有道歉，没有道歉啊，他们就说遗憾是可以这样子的。对，所以庄瑞雄好像还是说他会去告他讲说，如果你不讲完道歉，不整个改，他就要告。他说他就要告民事确实不能，就是你讲你要至少要道歉啊，对不对？那好了，那再来我讲到馆长的部分不馆长你也讲一下，你当时签的那个大联盟球队是谁嘛？我讲到馆长的部分馆长你也讲一下，你当时签的那个大联盟球队是谁嘛？球星是谁？你可不可以讲几个出来吧？对啊，你可以讲几个啊，因为他讲的巨细靡遗他去呛那个网友说你们说我不懂是不是？我是每一局而且我是每一球都看因为每一球都关心到那个钱对，叫走地对，因为那个你不只是以输赢嘛，你还要差赌到比分让几分他还说打出全垒打，他的眼睛都快掉下来，是因为他们那个每个球都是有赌钱。对啊，所以他说他刚出道的时候，什么还欠了200万，差点要跑路嘛那我这边就再帮大家回顾一下，我觉得他的当时的反应也蛮奇怪的你看第一时间我们礼拜天我们得冠军的时候，对不对？我们12强得冠军的时候，全台湾我们高兴到不行每次讲到那个12强陈杰宪，然后讲到家政妇，讲到我老公一样，大家都那种全。你说什么？陈杰宪不是后面家政妇啦，像是你讲到你老公一样。对，我讲出大家的心声。你老公知道你要讲这个吗？不知道，不过没关系，因为他接下来你们会不会来我们事务所？有可能。陈杰宪就会讲说我老婆嘞，我跟你讲，我老公每次讲说我老婆那边袜子在哪里什么的，差很多，好不好 ？OK。好。那讲到哪里啊？重点是说但是馆长他去讲到12强棒球赛的时候很多人都跟我一样都注意到，就说他那天其实直播他没有很高兴，他反而去酸说，哎呀，我们台湾这个棒球队这个都不用买棒球棒不要买棒球棒啦，不用买球啦我就人肉棒球啦。他去酸这个你有看过他讲一个恭喜讲一个我们很开心没有？他就讲说你们到时候开始赖清德政治人物开始蹭了啦立法委员开始蹭，他就讲这个所以。
大家就开始一路就想说啊，伯利你有枪哦，不然你的反应太奇怪了吧？因为当时那个许维志，我们那个球评大哥嘛，许维志说哈，如果你一般专业球评啊，你去比较不是说不爱国，但是你去比较台湾跟这个日本，不管是战绩也好，人家日本是3-0我们是1胜2负，跟委内瑞拉跟美国是一样的。那你包括我们的积分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评比，其实我们是输日本。那通常他说越专业的球评，你去签赌，其实都是会签日本赢的，所以大家合理的怀疑嘛。所以我觉得馆长太奇怪。最后我要讲了哈，他今天还去扯到这个赖清德，去扯到蔡英文，还扯到蔡启昌啦。对，我这个坦白讲，我觉得这个就搭阿锤嘛。那我会觉得说，但包括以后政治人物，你去上直播节目哦，这个要慎选好不好？你不能因为说他的流量高哦，他这个讲到这什么叉，你就觉得他很接地气。可是我会觉得说，你要去慎选。那当然啦，有时候是风险啊。比如说有人去上那个伯恩夜夜秀，谁也没想到说伯恩后来会出事吧？可是你至少在前面，这个人常常这个脏话满嘴的。那你说好了，你现在被人家反咬了，那我觉得这你就只能认了。只是说未来上节目真的要慎选啊。不，如果真的讲的话，所谓第一个，好了，我觉得不管任何政治，我们在这个节骨眼上，希望都能够跟棒球，不要说蹭了，沾上一些边，能够帮助的，能够讲话都好。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譬如刚刚讲说，有人说那个民众党是围魏救赵，就是希望把旁边的一些拉进来，但你这时候围魏救赵用这个，基本上没有办法解决掉原来的那些问题啊。而大家会看到，就是讲说，那馆长这件事情，大家就好好的看。那这些馆长后面是不是包括他今天就跟你讲，他是美国大联盟，他不是有那种中华职棒。但不管怎么讲，那他能不能够说服得了大家，这是一回事啊。对民众党来讲的话，很多的一些作为，像譬如说把陈杰宪，好了，你说这还有讲说他是二创嘛，那是自由创作，他是二创。但是你把陈杰宪那个弄下来，总是会有人会不舒服，不是吗？不，我觉得这个政党好奇怪哦，为什么连一个这么单纯大家为中华队的好成绩欢乐或者是祝福的一件事情，都可以被民众党搞得很扭曲、很变形啊？譬如说那一天馆长直播啊，他本身的表现怎么样不管，下面很多小草留言就在那边说，有什么好高兴的？阿伯还在看守所里面啊。那个留言就已经很奇怪了，就要遥想阿北还在受苦，所以全国都不可以高兴啊！民众党的公职人员有什么好高兴的啊？我们的主席还在那里哈，这已经是一个很奇怪的反应了。再来，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这个民众党的立法委员张启凯还说，只能给你99分，不能给你100分，多1分怕你太骄傲，这样子去跟中华队讲。然后就被网友反酸说，我只能给你0一分，不能给你1分，怕多给你1分太骄傲。然后陈志涵又搞这个创意，我也不知道说我们只需要真挚的诚意不需要创意。这个时候是大家在恭喜中华队或是为中华队一起骄傲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去搞什么二创？你就是祝福中华队，你把这个头弄掉，然后说我们人人都可以是陈俊宪，不必要，我们就是要去给陈杰宪祝福，对不对？我们就是要去给我们中华队的这一些英雄们掌声跟鼓励。那你把他的头弄掉，然后你说，我陈志涵也可以是陈杰宪，你也可以是陈杰宪。不是，我们都不是陈杰宪，我们都不是中华队的这些英雄，英雄就是他们。那如果今天你们要去帮他们祝福，大家一起祝福，那我觉得政治人物在这个时候想要蹭这些光荣的事情，我觉得无可厚非哈。可是我觉得还是要带着真诚的这个诚意就好了，不需要去搞太多的创意哦。那刚刚一山大哥提到就是大巨蛋未来打棒球跟这个场次跟棒球博物馆，我必须要讲一段往事哦，真的是喝嘎仔。当年在2022年的时候远雄即将柯文哲即将要把让远雄大巨蛋通过的时候，在审他最终版的投资计划书的时候，营运计划书的时候，大家知不知道远雄原本已经把第一个棒球博物馆拿掉了，第二个他并没有把这个棒球赛的营收放到他的投资计划书里面，也就是他其实没有想要规划太多的棒球场次，因为那个租金收入远远不及于办年会、办法会、办演唱会，所以他的这个营运计划书里面都是演唱会、年会跟法会。后来那一年我是教委会的召集人，我就强制下了2个附带决议，第一个，这个运动赛事一定要不低于50%，其中一半要是棒球场次。第二个，棒球博物馆一定要
维持，要不然远雄确实原本已经把它规划为商品。OK。所以从这个就知道说，当年的柯市府他根本不在乎棒球，那衍生为现在民众党的态度，我可以理解。但我觉得你们在这个时候，如果觉得你们对这个棒球没有真挚的感情，没有关系，可是不要去唱衰，又或者是要去东拉西扯，甚至是像馆长这样还会去讲到签赌的这个。大家不堪回首职棒的那一场，对，大家刚刚武哥讲到说，当年在这个球场上哦，没有人来看这个比赛的那一段往事哦。我这次有去台日在大巨蛋那一场哦，在全场哦3、4万名观众哦一起起立唱国旗歌的时候哦，我真的是哭到鼻涕眼泪直流，你知道吗？那我觉得现场的所有的这个台湾民众哦，都是很感动，就是我们是一起在为国家的这个棒球在一起集气跟加油。OK， 这整个过程，当然我要是台湾这次好，我刚刚就讲，包括蔡张会长昨天在节目访问，他就讲说，不管舒培刚提到台湾队，然后淑慧提到中华队，不管你要叫哪一队。就是这块土地的这支球队嘛，不管要叫，因为大家加起来刚好就是1 ，OK。那这个过程当中，尤其在这次刚讲到禽收，包括所有的科技，我们现在已经感受到运动，你不要觉得还是像以前一样，单纯靠着你有 muscle， 你有天分，你就一定能够打得比别人好。现在是科技，如果昨天你有看蔡张会长在专访那个过程的时候，他解密那一段。就是大家点饮料那一块，他就直接在解密点饮料那一块讲。好，如果您昨天没有看的话，他讲的那段是说，因为澳洲换头换得太频繁，他对我们换了12个投手，本来是这个人打刺打下来，如果万一是三振，他就跑到后面小房间，因为所有的禽收资料会告诉你说，他刚才那个球跟我们禽收的过程有没有变化，所以你下一轮上去你就知道。是他换成那个样子，投手根本来不及，所以恰恰就干脆把这个带出来，没的，大家到外面。点饮料好了，对，这个投手下一杯饮料会出在哪里，就直接跟你讲。所以告诉你说，好，我们有很多幕后的英雄，包括科技，在这一次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对，这个当然哈，我要强调，这个是军备竞赛。你有演化，人家一定看到你，不管怎么样，我结果输你嘛，我一定要再继续演化。即便我现在的科技力比你强，但输了就是输了，输了我们就研究为什么。所以哈，第二天呢，日本的这个报纸它就有登了哈。26年 WBC 就经典赛，我们要把这个冠军夺回来。现在就开始2026夺冠计划。他们不像我们明年2月还要打一个这个前面的一轮先预选进去之后才能去打所以他们已经在做调整。第一，教练团立刻就换人，今天都决定加2个人新的人进来，立刻去做调整。那这也是启昌他这个昨天相信有提到，就是国家代表队常态化编制啦、禽收啦、预算啦，是不是要像日本一样公司化？因为日本这个 Samurai Japan 它是一个公司啦，那我们的国情适不适合可以讨论，但是常态化才能让第一知识传承、技术传承。就像这一次大家都会去标举着这一个网络上的图嘛，就是2013年的时候差一球。就差顶端的那一球，就是被这一次的日本队的总教练打了一支追平的安打，就差那一颗好球赢。那时候就靠王建民一直撑啊。那时候就靠王建民一直撑啊，那其他人都。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平均呐。王建民很凸显，可是王建民呢，现在是牛棚投手教练。那我们这一次有所谓的铁牛棚，什么意思？当先发这个因为包括体力啦，包括用球数下来之后，后续换上的人会牛棚教练在牛棚，他会在那边看这投手今天状况好不好，O 不 OK， 能不能达成我的任务？如果他这边一通电话去给休息室，比如说林岳平林岳平投手教练，他接到说可以了。他立刻林岳平就可以上去换，所以我们这次有一个竞争很大优势，连日本人都承认了，我们换投非常的精准、快速，而且我们的救援投手无法击破。也就是王建民对于投手的牛棚，就是那些救援投手的状况的掌握度非常的高。好，那当然了这一切呢都是长期这个有人去美国大联盟打球回来，经过长时间的
这个教学了哈，也认识了台湾的选手，彼此培养出互信，这需要时间去磨。但这一次大家一直讲勤收。那蔡会长昨天有讲啊，他们就进去看前一打席打什么。那我相信在这个电台电视机前面一定有观众朋友比我还专业。但我来讲一下，他们到底那个饮料单到底是在点什么啊？我这边只有一个草图，非常的潦草，这是一个9宫格，你就把它想象成下棋。OK， 这个打棋是谁呢？陈杰宪对日本互相的3分全垒打的那个打席。我们来看那个打席发生什么事情。陈杰宪会站在画面的这一边，他是一个左打者。好，互相选择，第一颗球攻外角，坏球调看看，第二球再攻外角调看看。这个时候，教练团打者会他开始意识到，所有的数据就心中数据在跑。为什么互相会这样投？是不是没力的？他是不是在怕我？因为投手走外面，通常是要闪。好，那如果是这个样子，通常有2个可能。第一个，他就开始攻内角，如果他还有信心，前2球调给你，再来我就要攻你内角，但没有。第3球可以看到攻外角，这一球陈杰宪把它就是放掉，对啊，然后再来就是第4球又是投不进来，这个时候就被逼到绝境了。互相必须拿出决胜球。所以他一开始去攻一个比较高的角度，这是引诱球啦，所以打界外。再来就是第6球，这个就是下棋的关键。为什么这个第6球攻这边呢？因为陈杰宪前一个打席一模一样的球，他就是打这个第6球的位置，内滚地出局了。所以互相选择攻这个，但陈杰宪一样把它打飞掉。所以接下来互相他就被迫用他最好状况的直球，仅存的稳定的直球，因为他的指叉球那个时候已经开始飙高了，很多坏球其实都是指叉球。他的指叉球控不进来的时候，就用直球，时速可以到，还是可以到150。所以他事后讲，我的球没有问题，对，我的状况没有问题，他攻了也没有问题。这一格是陈杰宪最弱的一格，他在他的打击的乐趣是上面这个甲字形的部分，这下面的这2局左下和右下是他最弱的。其中这一格又是他弱中之弱，他如果在3内角就对了，在外面一点的话，那打击率只有1成多，所以完全互相攻这个完全合理。但重点是，就像下棋一样，我已经知道你要攻这里了，我就全力的把你对回去。过去台湾打者会很没有信心啊，我就会知道，因为你武器球我打不到，我会害怕啊，说什么你再投什么变化球。但这一次呢？根据先前的情收，互相的武器已经无法发挥作用，其他武器都没有，他一定直球，那我就锁定这个直球打。所以这一次我们打出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就是过去我们真的除了陈金锋之外很难去挤出全垒打，但这一次呢，人人有机会，其实就是代表说大家都能够精准的下到，就是我刚好对到你的那一颗子，我就把你对死了。那这个当然需要不断的尝试，不断去对，所以。现在的这个成果其实是很长时间，大量的人在研调，在这个进行推演，然后在背后面，包括高志航教练等等，也会去跟捕手去沟通，人家会这样攻，我们要这样去攻人家嘛。我们这一次也展现出，特别是日本人发现，台湾投手过去都在那边拼命的闪，都在外角之闪，但这次不一样。台湾投手他打的是他们最有信心，就投手最有信心那一点，他即使是这是我的红区乐趣，他也敢投过来。所以这一次真的除了科技真的大幅提升之外，对于台湾球员的信心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强心针。之后大家出去比赛可能可以看到更有自信的国家代表队。我不知道这一次其实这次日本国家队是不是犯了跟我们以前一样的问题？还记得王建民他们那时候，我们只要有一个王建民，他站上去，你就觉得这场比赛，你就觉得稳定军心非常重要，要不然互相已经投到第5局了。对。我们的玉米也是投到第4局啊，前面大家都是0-0，两边都还能压制得住。我们的玉米4局照算到4局换张毅上来，互相一直撑到第5局。我不知道他们的教练是不是跟我们以前一样，只要这是王牌，看起来还能够撑得住。各位，你去投看，叫你投到第5局。为什么胜投要到5局？先发很难，很累。你要投到第5局才有先发才有胜投的资格。对，你告诉我那个时候你每一球要控制在那，所以互相他没有错，可是他的那个时候凭良讲，毕竟不比第1局、第2局。所以我们用张毅上来中继，互相继续往下，第5局就付出了代价，连续2发轰乱。张毅2局，昨天蔡张会长讲说，张毅本来设定2局，后来因为30球。2局以后29球了，
张毅那个眼神跟那个坚毅的样子，就是跟投手教练他们说：“拜托，让我投下去，我要证明我能打。”我一定要投下去，你知道那个感动是，可是平常讲教练团的时候一定很难，因为包括有他的母球队之间当初的协议，包括你要评估，如果真的下去，万一爆了怎么办？可是你看到这个球员那个眼神告诉你，就是我可以。拜托，再让球证明张毅真的可以。你知道这次比赛有太多的这些故事在那个里头。好，那我们当然都希望说，全民大家所有这些的集气，也不要出现刚才前面讨论过一些负面的一些的流言蜚语的东西，能够希望把这股气一路往下带。因为明年2月我们就要再打经典赛的资格赛，然后再往下还有一些的比赛，我们不见得因为这次胜利每次都能赢。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有实力是可以赢，可能赢。OK， 好，那希望这股气势跟全国大家一起集气，还有大家团结的氛围能够一路下去。我刚刚讲这种团结的氛围吗？好，我希望可以。但是在国内政坛，你知道，只要讲到政治，当脱离了棒球以后，它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了。OK， 好。可是从昨天周刊讲说柯文哲主席是不是有8大金库，然后里面把大家最近讨论的耳熟能详这些都在那个里头。那包括在过程，可是你如果算时间的话，我在节目一直讲，如果照检方严压的时间算，最晚到明年1月初。那甚或媒体大家一般的讨论是不是会在今年年底12月底以前有没有可能就起诉？连黄国昌总召都说一定起诉，好不好？那既然他们这样讲，好，一定起诉，因为你去申压甚或严压，你是检方你不起诉。那你不是塔克派，一定是这样。只是起诉的罪名，图利有没有收贿？而那起诉以外，检方一定要在起诉书里面要把所有详列出来。我为什么起诉图利？为什么起诉？包括收贿，要把所有的资料证据能够看出来，能不能说服掉全国所有的民众？今天在现场的来宾里面，刚才介绍的时候，对，网红大妈朱慧荣女士来到我们的现场。慧荣，你算是资深的民众党员，对不对？他说是创党党员，你是创党党员，没错。你有党证，天字第4号，4号，你是第4号，哦，那你真的是资深创党。对啊，现在3号已经被开除党籍了嘛？哦，这3号被开除吗？李文忠哦，3号是3号是李文忠，1号柯文哲，2号蔡壁如，3号李文忠，4号就是你了。对。所以1号、3号都在狱中就对了。何必这样？干嘛？而且不是2号也有当证人哦。对，2号有当证人哦。OK， 可是我可不可以直接先这样问哈？事情一路走到现在，现在的民众党好，应该这样讲，现在的柯文哲主席跟你认识的柯文哲主席有多大的差别？那我还是民众党员，那我觉得还是要替民众党讲一下话 ，OK， 可以吗 ？OK， 当然。刚刚讲到棒球的事，我还是讲一下啦。志涵应该是没有恶意，就这样子啊。你说的是他把陈杰宪用那个，对，我相信他没有恶意，我觉得，对啦，因为他希望是就是大家，因为那时候有一阵也很流行，就是大家就很多地方也有嘛，就是人站上去就可以拍照。只是刚才淑慧也讲的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尤其陈杰宪，你知道现在已经变成。他喊我老婆嘞，大概有1000万个人会说，对，你看这两个，是不是？你知道那一天大游行有一个坚持家政妇，有一个妈妈大概60岁，人家问她说你最喜欢哪一个？她就是说我们当然是宪嫂啊，60岁宪嫂是不是？对，所以我听说在那个结果那样的话，其实那不见得会讨好，所以你说他没有恶意，我绝对相信，但是不会讨好。对啦，一定是这个样子啊。但是就小心一点，民众党现在做什么事情发什么言，大概都小心，动辄得咎哈。OK。那你觉得柯文哲？回答你的问题，我跟柯医师最后一次通话是在8月23号的晚上。今年？对，就8月23。哦 ，OK。所以一整个8月份都在谈这件事情，中间有很多次的。因为8月那时候刚好是在查账的时候，就是开始查账嘛，对不对 ？OK。那我自己在我的脸书，在8月8号的时候就写了我自己脸书，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啊。那时候就这个表格 Excel 的表格，这个不是我这科目都不是我自己编的，我是从那个监察院的那个官网上面，他们已经报上去了，4月就报了嘛。对，截下来，我只是把这个颜色把它区分一下比较清楚，这样这时候就已经有4000多万。后来。我那时候已经在脸书已经开始有点讽刺，说是什么样的公司可以不用资本额，就一定会一直有人送钱来。
我那时候已经在脸书已经开始有点讽刺，说是什么样的公司可以不用资本额，就一定会一直有人送钱来。因为我自己是公司，我自己开一个你是有开公司嘛？开一个很小的公司，所以呢，可是小公司，所以从头做到尾，对，从头都要知道尾所有的一些作业。所以你只要一讲，你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更何况像这种公司是最简单，你就是进货出货，进货出货这样而已嘛。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好？我开公司开了33年，我今天还特别去看，我都没有人这样子送钱来给我，然后不用分几年那种感觉。那我当然写了，我不晓得原来我们的主席在百忙之中是会看脸书的，或者是有人截图给他，所以他截了一张图，把我这一段呢给他截出来，还做了这个框起来，然后就写了一个所谓的朋友不是来添乱的。哦，他这样回你啊？他在指责你，他就骂我，他其实是要骂我。那很抱歉，刚好我正在玩脸书，9点57分给我9点58分就回他，你有当我是朋友吗？这10年来，枉费10年来，我是怎样用我的能力相挺？他大概觉得说，这次有在凶了哦，这次奇怪了，跟10年来的口气真的都不一样，所以他就打电话来了。那打了15分钟30几秒，那老实讲，前面的10分钟其实我都是我在骂他，因为我告诉他说，我用了2天的时间去看监察院的报告，每一页是500笔，总共看了370页，你有18万多笔。我说你在这里面呢，请了谁，吃了什么饭，付了什么薪水给谁，奖金什么那个我都不管，因为你高兴就好，因为支持者本来就是要支持你做事嘛，这个我不管。但是请问为什么你要汇这么多钱，4000多万给穆可？这个你要解释。我说柯医师，首先我要跟你讲，给你出主意做这样事情的人呢，到底是谁？他是在害你还是在爱你？那再来的话，你知不知道安内利也戏，金价也还犀利？然后他要怎么回你？他一直想要解释，那老实讲，那时候我刚好整个压起来，我就说你不要讲话，我讲就好了。然后我先生在旁边就一直，那我其实当时是有一点哭了，所以其实柯医师他有点慌张。然后再来我讲完我所有看过做过的事情以后，他其实有点吓到，他大概没有想到你会了解这么多，对，然后花这么多的时间去看。所以我们谈到后来大概在10点多的时候，他就说，你既然看了整个账目，能不能列表出来给我？你看到哪里有问题告诉我，我再去查。所以当下我有点，我反而变成我吓到，我觉得那你是不是不知道？所以我还开始教他你怎么去查，你怎么去看，你要自己看啊，你不能老是听别人讲。所以我上次那还问他说，是不是有人，是不是大家都不敢跟你讲或怎么样这样？那当下其实我已经觉得糟糕，真的会有事了。好，在8月23号之前，我还告诉他说，你一定不能够辜负这么多支持你的人，然后你一定要很小心。那是8月23嘛，那在这个当下是我最后一次跟他讲话嘛，哈。那我哪里知道8月26号就爆出来他买商办，所以其实是2件事情。所以买商办的事情我后来又写给他，但是他已经无读，没有办法读，没有办法。慧荣，可不可以请问一下，你对于好，你现在刚才讲，包括你给他看这些，然后你生活还出主意跟他讲说，那到底你知不知道这里面问题在哪里？你现在自己回想起来，你觉得柯文哲知不知道这些事？你的感觉？有一部分我觉得他不知道，我有感觉他好像选举选到已经不知天昏地暗啊，然后不知道身在何处，我有这种感觉。那因为8月23号那一天，其实我问他2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个就是我告诉他我要去上政论节目了，因为所有的节目都在骂你，都没有人替你说话，那我要去咯。他还跟我说不用了，不用报备，你就去吧。那我就说好，那到时候不要有人又截图给你，你又来骂我这样。好第二件事情就是问他说，请问你人在不在，钱在不在？然后他说什么人？我就说李文忠啊，因为我觉得他会捡款而逃。你那时候觉得OK？他说在啊，每天都有来上班啊。那我就说好，那钱呢？他说钱在。所以后来我就整个被压到了300多万，其实就是这4000多万里面的。因为柯医师在中间有告诉我说，穆可又退回来了100万，
又退回来第二次70万，其实加起来就剩下3800多万，就是这个金额，确实潜在嘛。所以在那个当下呢，我都还是相信，那至少柯文哲有讲真话。你到什么时候？柯医师有讲真话。你到什么时候开始真的失望？我有被约谈，我有去当证人。你有去当证人？我有去当证人。你是民众党的干部吗？不是。你有在那个？我就有去当志工，在建中。你就是当志工而已。当志工，对。好 ，OK， 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先问一下，你对整个预算，你说后来才爆发出来买商办啊，所有这些，你对于整个事情里面，以你个人，你最不能接受柯文哲做的是什么事？政治现金乱报。政治现金乱报。买商办，现金买商办，而且是在那个时间点。那钱是他的没有问题，如果是政府补助款啊，支持者愿意给他的钱，那我都没有意见。但是那个 moment 太快了，而且你是现金，你是买柯文哲的名字。也好 ，OK， 好。那你刚刚讲说你有被约谈，那你们创党的前4号都有当证人或者什么，就是第5号都有被约谈。第5号我先生好，饶了他了，他93岁了。我忘记我几号。不用，因为这个几号也是被开除的。你不要再想了。对，那你有被约谈的过程我们这样讲哈，那个约谈的过程，就你自己在约谈的过程，包括你自己在被约谈的感觉，或是你看到的一些东西，你觉得跟现在第一个啦，你可以看到很多民众党的朋友会跟你讲说，你们不要再讲一些科幻小说了，好不好？那从头到尾有金流吗？有什么吗？没有金流放人，有金流你起诉，很简单。所有这一些的质疑，在你自己被约谈的时候，你的感觉会是怎么样？我今天来上这个节目比较紧张，那天上那个法庭还比较不紧张。真的？为什么？那个帅哥嘛，哈。那你不要紧张，那给我个面具。而且最主要是你约谈了多久？3个小时，整整。3小时其实不算短，因为以你只是志工来讲的话。对啊，然后去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报到所以我没有领到那个证人费吗？没有我没有报，因为我没有报到。然后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那个警卫还说不知道我的案子，你是谁？你要来做什么？那我拿给他看，他才说这个案子很特殊，不是我们没有被通知你会来。OK。所以那我说那我也不用报到吗？他说因为我们没有被通知，所以你就带我去坐在边边，然后所以后来是有人直接来领，直接就带上去，然后给我一个 block， 就把东西所有手机通通要在里面，包括我那时候戴的耳机通通放里头，然后叫我先上厕所，然后给我一杯水，然后就叫我等。是检察官直接问讯吗？对。OK。他上面是检察官，对，然后有一位书记官。对。那你问的那个过程当中，我刚刚讲，对你来讲，你感觉到包括他们对这整个案情的掌握，因为我刚前面提到嘛，很多在批评这些人就直接讲说，你们不要再讲一些鬼故事、科幻文的。那有什么证据？有什么甚或民众党的人不是也讲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柯文哲有侵占到政治现金的事啊？那而且包括刚才讲的很多没有金流，没有这些，你自己在整个问题，你的感觉怎么样？包括他们呢，老实讲资料真的非常的清楚，因为他坐在那个上面，我比较低嘛，他比较高，那他就这样翻嘛，每一个然后表格出来这样翻，然后翻的时候，这个下半段就会看到那个纸张，它是印彩色的，那一看就知道是 LINE 的对话。OK， 对，所以你觉得他们掌握很多 LINE 的对话？非常非常多。最重要一点，他是问我说，我为什么有那个直觉？或者是我为什么去想到要去监察院去看这些资料？他说我给柯医师的那个 LINE 里面的那个论述是非常有条理，1、2、3，然后2里面还有 A、B、C、D 这样子 list 给他，清清楚楚，而且里面还讲到说，因为我有提到李文忠啊等等的这些，我觉得他是一直在找这个跟这个的对话，然后中间找到那个交叉点。但对你来讲，就像他讲说，那你为什么这么有条理？包括什么？那从你自己来讲的话，因为你手上有你的手机嘛，你知道你跟柯文哲的 LINE 到底是什么，所以你的感觉就是他们确实是把包括柯文哲手机里面所有相关应该都有。从这个推论来看，他很厉害的是你不能跟他讲说。我以前做贸易，那我做贸易都是做出口，那我从中国大陆出了货到日本，没有，他继续问下去，出什么？他会问得很细，对，在出什么？那你进到台湾来，那你交给什么客人？卖什么东西？都会问的。然后其实问到这个时候，
最后他当然讲了一些，我老实讲，我当时有一点点，我这种人爱哭哈，我就有点哽咽，就讲到柯医师，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你跟柯医师是怎么样的认识啊？是什么样的那个？因为他知道柯医师，就这里面有我邀请柯医师来我们家吃饭的事情啊，所以他就知道，他就说，你好像跟他好像很好，那你既然跟他没有这种关系，你也没有去，你也一天都没有去当上班过，为什么你要去当他的志工？连这个也要问。那我告诉他说，老实讲，去当志工并不是因为柯文哲，老实讲，其实我是为了要还人情债去当志工的，我还了另外一位志工团的团长，因为他在找人，那我当时有欠他一个人情，所以他只要他开头喊要人，我就会去帮忙这样。那整个问3个小时，那整个问完以后，有没有是他在？因为你知道我们的问讯是要全程录音的，是啊。那全程录音这些全部都问完以后，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你听到或看到的东西？他其实对我个人觉得，其实第一个他还蛮 nice， 他也许他会很 soft， 很轻松的让你可以畅所欲言。那有时候我话多嘛，哈，他就会接着继续问下去。那有几个他就说啊，这个不入列，那有的他就整个照我的讲。那我会跟他讲说，我不是讲这个意思，我要改字啊，可以，对，就调整。那到最后他看我可能那个，他就说，他当然跟我讲了一些让我其实真的很难过的事情，我就掉眼泪，因为我觉得柯医师应该不是这样的人，至少在8月23号跟我讲电话之前不是这样，所以我老实讲，这个好了，我讲我自己，我只有问检察官说他什么时候变了，你都觉得他变了？对，我觉得他变了。那后来关掉了那个录音以后，我还举手说他说我可以离开，我就举手问他说，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他就说可以啊，请说。那我就说，那柯医师还好吗？然后他就说，其实他还好，算是很平静、很平稳啊。那前2天这个可能那个床不太好，所以有把他腿给刮伤。那我其实也很想再问刮得多严重啊什么，我想想算了，不要问我那么多。他就说，就大概是这样子。那中间当然有很多其他的，他讲了很多很重的话，让我觉得蛮重的。是形容词？不是哦，没有，就是这一件事情，对。OK， 两三个事情其实是蛮重的。我可不可以这样讲？他讲的重话对你来说，会不会觉得是足以让柯文哲在这个案子里面，包括被判刑，就死定了啊？就死定了，你觉得？死定了。对啊。那慧蓉，你问他说他什么时候变的，他有回你吗？他有一点点，他有一点觉得是说，他不是回答我什么时候变，他只是告诉我说，那我再告诉你一个更恐怖的事哦，这样子。什么事啊？不能讲啊。我私底下跟你说。OK， 至少不能从我讲，因为我是证人啊。如果不小心你连证人费都没领到，对啊，你不算证人，不算嘛？对啊，讲我也没有报道，所以也没有记录。你这个叫志工啊？对，叫司法志工啊？还是你其实希望透过今天节目讲说要还你那500块，那个有可能，还是你要加是不是？没有问题。那慧蓉刚刚讲到好，就算你问检方这个说到底他什么时候变的，你自己觉得？因为我感觉得出来，你对柯文哲，包括其实应该说对柯文哲的理念或他这个人对于台湾的民主这些，我觉得你是有那一股热忱的，所以你会愿意去当志工这些。你告诉我，我有一次把他，其实10年来我一直把他当成像是家人的朋友，就是很家人的，所以我其实很少去管说他是市长。跟我没有，他就是我们家的朋友，这样那种心情。那终于这个朋友当了市长，这个朋友有一天要去选总统，所以我们就来帮忙这种心情。可是我后来觉得，真正可能改变，我有一次这个在对话上也有跟他聊过，你是不是太累了？他选举选到太累了，那个结果，尤其是在蓝白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变了。慧蓉，可不可以请问一下？在以前，如果人家跟你讲说柯文哲可能会有政治现金是没有申报的，或是甚或他是不是有可能涉及到有贪渎或是图利厂商这些事，在以前，如果有人跟你讲这个，你会相信吗？我会啊，会啊，因为他就是公务人员，他这个只是要证据而已。你跟我讲，那我就相信，但是你要证据给我看。好，那你去我不是那么的那个。
我不是信徒啦。你这一次开完庭以后，你觉得他可能会真的有这些事吗？做这些事？如果你说他有没有拿所谓的红包、牛皮纸袋，老实讲，我觉得有。OK。那我认为他没有一个真正在他旁边的人，或者他真的信了他旁边那个人给他出的主意，他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好，那不管是不是旁边有人讲或什么，但慧蓉的感受是这样。小雨，我看到你有讲说 QR code 的事，QR code 是发生什么事？应该是说啦，哈，就是说我得到的讯息是这样啦，就是说，为什么就给大家感觉柯文哲死定了嘛？就是一直是说柯文哲在最后的那个政治现金的部分啦，好，那看起来这个反正政治现金如果小草要捐献的话，应该是透过 QR code 去捐到这个总统大选的账户，或是捐到这个民众党的账户，对啊，没想到这透过 QR code 竟然是捐到了木可公司。透过 QR code 竟然是捐到了木可公司，这个会让人家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对，是，当然不可思议啊。我觉得你说有一些 QR code 一扫就是进到木可公司的部分，那当然是违法的。对啊，你是说最后200那个吗？我甚至怀疑说他这个最后的这个无名的收入啊，这个没有，这个地方还没有，都还没有，这个地方这是是后面，所以是最后鼓励那200的部分。200的部分。所以小雨，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扫那个 QR code， 对，如果一般来讲的话是，不管是进总的，选举的时候嘛，进总，要不然就是捐给民众党。你说那个 QR code 扫进去以后会是进木可？因为非常不可思议嘛，因为你想想看，木可公司最主要它的成立的用意，譬如说是卖柯文哲的这个竞选小物啦，卖帽子啊，卖帽 T 啊，手表啊什么，你支持他，那你买东西那你当然就会得到这个，你就这样捐献嘛。可是怎么会是说你去捐款你捐款我想要捐给民众党，我捐给柯文哲，到最后去捐到的这个木可公司，就会让人家觉得非常非常不可思议嘛。对，那所以为什么后来我觉得2个吧，第一个那个木可公司不是被那个检方给申请扣押3883万吗？所以可见检方也认为说这个木可公司是大有问题的嘛，对不对？那再来就是说，你民众党你今天一方面你就宣布说他在8月29号那记者会说，木可公司不会清算，会解散，清算解散，但是你跟奇怪，民众党跟木可公司你是什么关系啊？你怎么可以代表人家，代表一间公司说你把它清算解散？后来也没有啊。我们当天在节目里面就直接讲说，我都不知道站在那个地方凭什么去帮木可去决定这件事情。最起码你要拿出就是木可授权你、委托你帮他宣布这件事情，这个一定要有。所以那天的时候，那天我们在节目就直接问说，因为我的第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你们出来帮木可讲话？木可跟你虽然我也知道木可叫柯，好不好？但这不是玩文字游戏嘛，它就是一家公司，所以它就是一个盈利法人啊。所以慢慢的，我觉得这个线就开始牵起来了啦。好，就说木可公司变成是柯文哲，你想要这个运用就变你的金库，变成你的金库。所以我合理也推断，比如说像昨天这个，我有听到133在讲了哈，就后来因为可能是因为李文忠跟柯文哲因为木可公司的账不平啊，就是他觉得，所以后来自己才成立这个制谣公司。我觉得慢慢的这个脉络是有出来的哈。那最后我要讲到李文忠，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本来大家会以为李文忠好，因为是50年的同学，会一肩扛啊。但我今天得到的消息是说，李文忠他竟然就是一口咬定，就全部都是柯文哲指使的。那为什么他还要严押？不是，为什么？因为检察官当时因为像朱家虎啊，朱家虎最起码他被交保啦。那有很多人讲说朱家虎反正也坦诚，他前面是部分坦诚嘛，那后来所以再继续压嘛，然后后来他基本上，然后那在要严压的那个过程，那这次朱家虎是交保啦，有人就讲说他大概就知道的，反正都讲了或者什么这些。如果李文忠也是这样的话，李文忠照理来说，如果都说是柯文哲。他就不要严压了。彭正生也是一口咬定都是柯文哲指使他也压到现在。彭正生也是压到现在。但是我认为我觉得李文忠跟彭正生不一样的地方，彭正生他是很衰被指定是 PM 嘛，当然他自己有财产来源不明啦。但是因为李文忠这个柯文哲一开始推给李文忠，说整个木可的账目只有李文忠一个人看过。李文忠那天站起来说，我很负责的说这件事情我不知道。那你现在把整件事情通通又推给柯文哲，一口咬定是他指使的。那
检察官严加2个原因嘛，他认为说李文忠跟其他的共犯之间说辞是有歧义的，代表说检察官并不买单嘛。第2个还有橘子在海外嘛，所以我觉得很多，就是我会觉得很讶异的是说，他们50年兄弟的情谊，现在我本来以为李文忠的角色会跟柯文哲或是跟沈庆京一样，你都是行使缄默权，点都不爱恭维，没想到他竟然现在在这个危急的时刻，他也把所有的事情都指向给柯文哲，就变得狗咬狗。你刚刚要补什么？你刚有想要讲话？就是李文忠，因为你前面甚或还会问柯文哲说人在吗？钱在吗？你甚或还会质疑说这个人会不会对啊，会不会？所以显然你不认为什么50年兄弟情谊的这些。我当时问他，你为什么那么相信他？他就说，因为他跟我认识50年。我说，那你怎么不相信我？他说，因为你又没有跟我认识50年。我说，你都用这种来衡量朋友啊？时间长短。我说你知不知道他会把你害死？OK。那他已经没有办法讲话了。我觉得那时候老实讲，我自己的直觉是，他有一点点让我觉得他是慌张的。你当过志工，对，所以小玉刚讲那个 QR code 好，因为这一段我没有办法去证实那个 QR code 是不是有进木可或什么。我相信民众党今天听完这个以后，应该要出来告诉大家说到底有还是没有。有，民众党刚刚已经发声明骂我了。他说这个名嘴不应该什么乱蹭声量，然后就直接这个乱爆料。但他们永远都不说，因为那个 QR code 太乱了。他说我造谣了。来，你说 QR code 到后来实在是乱了，因为第一个 QR code 没办法拍照下来说存档的，看有没有人存档，也许还可以查嘛。因为你 QR code 一扫，它就是进去了嘛。那个。最主要就是，其实检察官确实也提到这些事情，他有提了一下。那最主要我说 QR code 乱的原因，就是后面不是有很多的造势晚会，对，然后再来而且是每个地方每个月都有嘛，那真的很乱。然后再来网络上面一直在传嘛，传来传一直传，而且是就是只要是在底下写是柯文哲的这个的。就 LINE 都一直在传嘛，然后再来靳总呢有好几个挂在那个墙面上，那有时候也换新的，因为可能坏掉了或怎么样，确实是啊。然后说真的，我后来你也不敢肯定到底那是进党部靳总还是进了木可，你也没办法肯定。我没有办法肯定，但是问题就是有人就讲了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啊。OK， 但小玉，民众党好，那因为民众党已经发声明了嘛，可不可以把声明念一下？骂我自己的声明，我自己骂我自己，要不然要有别人来，不是你可以赖给我吧？你与其你在骂我自己来。名嘴所言子虚乌有，毫无根据，根本是造谣。总统大选期间，支持者小额捐款都是进入政治现金专户，名嘴不应该为了操作声量捏造不实指控。OK，民众党有没有说要告你？没有。不是，没有，你现在是我要开始委托你了吗？你不是有签委任？不是，因为我的意思说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去。刚刚小玉讲的时候，我很持平客观讲，我没有办法肯认，所以我说民众党一定要针对事情表态。而这件事情茲事体大吧？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因为小玉讲他一定有他的一些消息来源，但不管怎么说，民众党已经告诉你子虚乌有，那小玉就应该要负相关的责任。我相信。做一个资深媒体人一定是这样嘛，你一定会有消息来，所以这件事情不是单纯骂他说子虚乌有，然后什么满口造谣或什么，因为到底有没有，这是可以查的嘛，这是可以查。我们先不讲柯文哲现在政治研究或什么，但这个案子如果有人告的话，一定就可以分案查嘛，他一定就是这个样，是不是？这个讶异吗？《镜周刊》每个礼拜报道的东西，民众党回应就差不多是这样子嘛，就跟骂小玉姐一样啊，就是子虚乌有啊，你们就是测声量啊，科幻小说啊。但如果真的是科幻小说，是子虚乌有，民众党虽然现在党主席没有办法逝世，但你们也应该为自己的党勇敢提告吧，对不对？从柯文哲被收押到现在，几乎每个礼拜或者是有人爆料了相关的事情出来，民众党除了骂人、科幻小说，然后子虚乌有之外，他们还做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嘛。如果刚刚小玉姐所讲的这一件事情属实，你说 QR code 这件事，对，我告诉你，我觉得这件事情事关重大，因为柯文哲在最后的2个礼拜，1月的时候开始要小草最后一波捐出来，全部都捐200。你知道200的意思是什么？是不用开发、不用开收据的，因为它是小额捐款，只要我没有要求，而且无名嘛，对啊，就因为它就是
1万块以下都是小额捐款，都是可以不用开收据的。所以他只要求你捐200，然后他给你的账户如果直接都是进木可，我告诉你这是敛财但是所以他为什么对？所以现在就是你才突然发现说，柯文哲突然有一个罪名叫做侵占公益。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本来是要捐给你选总统，结果没有想到你居然把它捐到木可，汇到木可的账户里面去。如果是这样，我觉得柯文哲这件事情，我觉得相对于金华城来讲，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因为这个是欺骗了所有的支持者，他伤害了所有的支持者哦。那另外，我刚刚这个。大妈在讲的这件事情，大妈说她没有办法相信，因为她觉得她对柯文哲有满的情感。你要知道，柯文哲在8月11号，如果依照周刊爆料那一天，他是要李文娟把木可的内账税掉。隔一天，他开记者会，拿出来的就是刚刚谢律师所说的木可的声明。他声明木可跟柯文哲毫无关系，而且柯文哲要把他木可要解散要清算，你知道吗？你一边叫他把内账税掉，一边你出来开记者会说那与我无关，我觉得那就是公然说谎啊！如果《镜周刊》报道的是事实，我觉得柯文哲在这件事情上面也很脸皮厚到令人很吓人。议员，我要纠正的是说，我刚刚说我相信，但是我不是在讲金华城这个部分，就是北市府的部分。但是我讲过，如果政治现金或者是他在这个处理上面或者账上面，尤其是 under 在木可处理的这个部分，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有问题了。所以你还会提醒他这些？对啊，然后甚至好，这个就我来负责，我讲好了，你不要被告。那个检察官问我说，为什么你在LINE里面讲了一句话，说期待李文忠是真诚的人？为什么你讲这句话？对，我就告诉他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很担心嘛，我有我的考虑，我有我的看见，跟我的认识这样子。那当时我确实跟柯医师讲说，我希望他没有骗你。OK，医生，我补充一下啦，李文忠跟柯文哲认识50年，李文忠是怎样人，柯文哲会不知道吗？李文忠有没有出事过？有啊，剪7段这么来的，就是大巨蛋来的啊。如果没有柯文哲受益，李文忠可以去跟远雄去瞧所谓的大巨蛋的容留人数的问题。这个我补充一下，而且我还质询过，我就是担心你柯文哲不知道，议员质询的时候，他后来是站在李文忠那边的，他根本没有启动任何的调查。如果知道他是一个可以瞧大巨蛋，柯文哲你不知情的话，你还会让他做捷运公司董事长？他还瞧捷运公司很多事情，柯文哲我就不要讲其他事情，所以柯文哲跟李文忠叫穿同一条裤子长大人。还瞧捷运公司很多事情，柯文哲我就不要讲其他事情，所以柯文哲跟李文忠叫穿同一条裤子长大人，只不过现在事情爆发了，现在彼此在推所谓的责任问题，而柯文哲最惨的地方，为什么李文忠可以推给他？李文忠从第一时间就想要推给柯文哲啊，我很负责任的说，我所有事情都不知情。如果你不知情，你作为总部的财务部长不知情，李文娟是你妹妹，你说你不知情，那不就只有柯文哲知情？但是他的这句话的意思不就是这个样子吗？所以我不知道柯文哲知不知情，但是柯文哲用了李文忠这个人，至少李文忠到最后一定会咬柯文哲嘛。我从一开始的判断就说他一定会咬，因为刚才如果把时间去拉开的话，8月10号刚讲说，是周刊报道说柯文哲有没有叫李文娟把那个木可的那些账把给税掉，然后后来12号开记者会嘛，李文忠就出来说很负责的说，我都不知道这些事。如果这些过程假设都是真的话，所以柯文哲跟李文娟说要税掉，李文娟后来讲，那因为木可实际上不是李文娟在负责嘛，所以李文娟也不会跟李文忠讲这些事。会柯文哲就会啊，是吗？而且我听说李文忠说他什么都不知道嘛，他很负责的告诉全国观众朋友这样。但是如果现在时序拉到那，好，
我先讲那个柯焕文，假设是真，就8月11号真的有他叫他睡这个的话，你很难想象李文忠不知道他就要把这个给睡掉。而这整件来，而且大家不要忘了哦，朱雅虎的对口人也是李文忠，所以李文忠的角色其实应该是从106年开始就一直到2024年，他都有角色，不管是在担任市长室的主任。又或者是在当捷运公司的董事长啊，他只是名位置在捷运公司当董事长，但是柯文哲身边的事情他还是有在瞧的啊。然后到了说当了柯主席这个角色以后，他也当他的基金会的董事长，也当他木可的董事长，然后甚至是他政治现金如何洗到木可来哦。我想李文忠跟扮演的角色就是刚刚大家说的穿同一条裤子的这个角色，那现在他们就在抢同一条裤子穿，这条裤子是我要来遮羞的啊，两个现在变成在做这样的角色啊。我觉得整个民众党，包括柯文哲本人哈，或者是馆长，或者是陈智菡，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病识感不足，就是他们都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没有错的啊。我职棒监督有什么错啊？我当年的事情而已啊，这是我励志的一个过程而已啊。我修这集从政的人都要收这个钱呐那我有什么错我觉得，所以他们都不觉得自己有这个错成立木可政治人物不都是这样吗？这个选举补助款明明总统的选举补助款是补助给政党的可是他偏偏自己修了一个规定说退给他个人，然后还要说蓝绿都是这样明明蓝绿都没有这样，然后拿了这个钱以后现金去买商办。被抓到以后才说没有啦，我是要给党用的可是从头到尾你都会发现他们振振有词，而且完全没有觉得自己错有人问我说柯文哲是不是真的这么坏，真的贪污？我说其实我高度怀疑他不觉得他自己贪污，他病识感不足，他觉得我这不叫贪污从政体级理所当然我真的觉得就像他当年2015年的那个专访以外政治就是这样我给你方便，你给我回馈。他跟沈静晶的关系就是这样。我告诉大家，沈静晶最厉害的并不是只是拿红包给你，沈静晶最厉害的是养你一辈子。他的旗下有多少是官员卸任的？有多少是官员卸任的？所以你看，他从不管是22年、21年，一直到你木可成立，到你政党成立，你需要，你选举需要，你只要有需要，你都会看到身影在那边。所以今天你去说210万太少了，民众党说210万太少了，怎么可能只有这些汇款？1500万太少了，人家这个应小薇都多少？不是沈静晶是可能是只要你柯文哲有需要，你今天帮他一次。他可能就一直支持你你看嘛，当年的那个监委刘德勋卸任以后，就在他文教基金会对，然后吴顺明帮过他以后，就一直用这个顾问的名义领他集团的薪水然后还有很多相关的官员他的集团里面你要去算的话，中石化也是之前的经济部卸任的他的集团里面。非常多都是官员卸任的，这就是他的风格OK， 慧荣，可不可以请问一下，有没有在就是没有录音的时候，或是在现场一些状况，有耳闻过 QR code 这件事？你也有耳闻过 QR code 的事 ？OK， 杨敏，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讲好？那民众党已经发了声明嘛，就讲说子虚，再讲一次，子虚乌有，然后造谣，然后什么什么这些 ，OK， 不要鼓励他告我，不要鼓励他告我，我没有鼓励他告，但我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为什么？第一个就刚刚讲到，因为这个要不就应该是进总，要不应该就进党嘛。那这整件，而且还有一个，我相信应该不是如果真的有 QR code，是直接进木可。假设真的有，应该不是柯文哲自己去弄那个 QR code， 然后要我相信一定不是吧？一定就要有人作业吧？其实我想这个东西我相信到时候起诉书里面如果有这一段的话，对，一定要解释清楚，一定会写得很清楚。当然因为我现在我不太能理解说，如果你今天是募集政治现金，怎么会进到一间公司的账户？这是无法理解，除非是什么状况，比如说你今天是去买这个商品，就是之前他们讲那个烂账的那一块OK， 就是木可你买咖啡我买的是商品，钱是先进木可，木可最后再把钱汇到这个总部去。我说除非是这个逻辑否则如果你今天一扫。
直接比如说200块也好，500块也好，是直接进木可，这个我觉得绝对有问题啊。我买这个东西少进木可正常，对，这个合理。但是我如果捐，然后你告诉我，如果是单纯的政治现金，那就不对了，不应该是进木可，这个绝对不合这个法律也不合。当然，然后呢，在这个状况下面，对柯文哲如果有这样的事情的话，恐怕他就在这个所谓金华城案以外就又多了其他的案件。刚才不讲，因为现在看起来的话，检方可能会用包括侵占公益金啊，什么类似像这些都摆在这个里头。而且最主要是，如果今天真的选到后期真的有这样的事件我觉得未来民众党的所有募款，没有人会敢相信了啦。对，没有人敢去扫他们提供的 QR code 啊。这就为什么我讲说，民众党针对这件事情要非常正视这件事情。那你应该要怎么样？不止否认这些，你要看怎么样能告诉大家没有这回，因为这个对未来一定都会有一些影响。会让讲什么？那个，我觉得检察官他好像对我的了解比我自己还了解更多，因为有些过去的事情我可能忘了嘛就我发现他手上知道的很多，所以他很清楚知道我们公司的官网呢，后台也是有一个金流中心。那即便是今天 QR code 进去是到这个金流中心，这个重点是在金流中心汇出来的款是汇给谁？对啊，是你当初在登记的那个时候，你就要把那个账号是哪一家公司给他嘛？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这样，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检方非常了解这些，不只是对你的公司，甚或对他现在所要查的这些，你的感觉是他非常了解，他非常非常的清楚，包括我做什么，然后他甚至还跟我说，你出了2本书，你很会过日子，写书都看了，太认真了。所以你看人家多认真。是然后问我为什么要叫那个笔名啊，等等，然后最后还跟我说，他就等我觉得有一部分他是等我讲。那我自己我也是话多，我就讲了说我还有经营一个 YouTube， 我业余经营。那你为什么要经营那个 YouTube？原来他要我讲前面我有在台北电台，台北电台不是后来被议员撤职了吗？我就离开了，所以在这个当中我就自己就弄了一个媒体。他还跟我说，我有去看你的节目，你为什么要问那个问题？什么叫做意思？他不是说什么？他说你为什么要问说北检没有强而有力的证据，为什么不放人？你为什么问这一句？那你怎么回他？我跟他讲，那你没有看我下面在下一集我是问说，你相信柯文哲有贪污吗？然后他就一直笑这样子，然后他后来就跟我讲，那我跟你讲一个很恐怖的事，这样子。很恐怖的事是我们刚聊过的事吗？对。OK， 就是他有强而有力的证据吗？我想要补充李文忠的部分因为李文忠大家都觉得他就是柯文哲的50年同学，后来他在市府的时候是担任捷运公司的董事长，所以包含金华城其实跟他毫无关系。可是他现在被告的罪名里面有一个叫做违背职务受贿罪，这是其实很奇怪的事情，因为现在违背职务受贿的部分看来只有办到金华城，比较积极办只有办到金华城这个案子，那是李文忠为什么会在这个事情上面有问题？后来他在市府的时候是担任捷运公司的董事长，所以包含金华城其实跟他毫无关系。可是他现在被告的罪名里面有一个叫做违背职务受贿罪，这是其实很奇怪的事情，因为现在违背职务受贿的部分看来只有办到金华城，比较积极办只有办到金华城这个案子，那是李文忠为什么会在这个事情上面有问题？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刚刚讲那个 QR code 侵占公益的事情。这个木可公司是李文娟负责的，那刚刚讲李文娟被柯文哲交代把内账税掉，侵占公益为什么也跟李文忠有问题？是不是在这整个过程当中，这些的金流其实有流到李文忠的口袋里面去？因为如果没有，他只有处理单纯的行政处理，他应该不会被指控有这样子的罪名。因为李文娟在那个应讯的时候，不是有讲说所有事情都是李文忠对，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就是说，你看朱雅虎传简讯，就是210好了，谢谢560，他传给几个人？他传给李文忠3个，张哲阳、蔡壁如。张哲阳跟蔡壁如目前都还是证人
但李文忠已经是变成违背职务收贿的被告。所以是不是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李文忠有没有把这些相关的金流流入他自己个人口袋？我打一个非常大的问号啊！这也是柯文哲为什么会讲说最后一次的记者会说我误信了50年的老同学。那我想。现在看起来说的这些，刚才其实淑慧为什么讲说，对民主党很多的朋友来讲的话，那个辨识感要有，就是在什么节骨眼上该做什么。最近大家为什么讨论比特权讨论这么多？对，大家是真的关心，从比特币到比特权，对，大家是真的关心。我那天还在想说什么是比特权，因为这整个新闻出来以后。陈产也有出来讲说，他比特权不是在讲他，可是为什么没事大家会讨论比特权？这个也是同一批周刊的就礼拜三周刊登出来，就是在这些金额的数据之中，突然有一篇比特权啊，那大家就会注意到了哈。描述是啊，周刊描述是柯文哲吃令，你要战狼要出去战民进党上电视去战，然后你是比特权搭配1000万啊出去战这样子。那当然，陈智菡呢出来否认，他的说法是说比特权。不是说我，是说这个绿营的那些王叉叉、李叉叉、吴叉叉等名嘴，吴叉叉后面还有 S 啊，对，等名嘴啊，那这些名嘴啊才是比特权，然后要他去站了啊。但是呢，小牛其实在今年8月的时候也有发过一篇，他说柯文哲曾经说台北市的一个副发言人啊，他是比特权，但表现不到那个程度了啊。好，那当然比特犬突然就这个拉出来，当然了，这个大家都有各式各样的创意嘛啊，比如说它到底比较像吉娃娃还是像比特犬啊？那如果比特犬它 pit 布偶啊，那 pit 其实是坑啊，它没有布偶比较像一个坑啊，就是的确它现在挖的坑是比较多啊，民众党光是一天到晚要去填它的坑就填不完了。好，但重点在于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刚有提到的那个1000万？这个周刊报道其实他是不是比特犬，谁是犬，你根本不重要啊。柯文哲老是把大家当犬，这已经不是新闻了。对这个事情，这个易善你讲过很多次了，对，就是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但重点是有专门针对媒体作战，针对政论名嘴的1000万到底哪里去？所以大家就开始。陈智菡说没有啊，对，他说没有这个钱嘛，所以大家就在想说，会不会是陈智菡意思就是放个话，看谁会去接起来。这个话是一个放话，谁能够找到这1000万的去向？是不是跟陈智菡透过陈智菡关系转借了一笔生意？是这样的意思吗？或者是说原本是要透过陈智菡去下，后来变成别人去下？这一个会不会变成后续办案的一个关键？因为到了这个阶段，其实都是很边际的。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些东西其实到现在基本上看检方侦查，应该只是说柯文哲收下来那个钱谁把它搬到哪边去？去处的问题，藏钱藏到哪里的问题而已。所以现在拉回来看，目前放出来这些消息现在特别连到陈智菡，我想啊，可能有个用意，就是他真的是话最多的人。他会不会讲一讲东讲讲西讲讲，biang一个案子相关的人就窜出来了，然后检方或者是廉政署，就果然把这个东西接起来。所以发展到目前阶段当然民众党是真的是有点乱了大家都在讲说是不是稍微要控制一下这些发言人这是有一个意向。但我也有听到一个消息，就是真的现在虽然有一个扩大中央紧急应变小组，然后还有召集人，但是这个召集人的确在案内部分主导党的发言、党的议题，的确都有点抓不太稳。所以现在民众党真的就是真的要好好想想，就是现在是这样子一戳就跳吗？还是要稍微整理一下资料比如说民意讲的东西你要不要稍微去整理你所有历来出现的 QR code？出来都全部贴在墙上大家可以自己扫抽民意刚刚我们去扫 QR code 已经都不行了那就是他们自己要做，不是你们做你们是子供了。我们抓到比较精彩对但是他们如果早就进木可，其实那个 QR code 扫出来只会是一个平台，重点是那个金流公司把你那一笔钱汇到哪里去，所以我们看不到。那个1000万不是他们后来拍了14支的影片吗？这个是其中一串，这是其中一
度。另外是代没有，你没有跟上那个进度了。陈志涵的部分是说1000万去处理政论节目，因为我们都知道上节目根本不用花钱啊，上节目是尤其选举期间，各政党都可以要求说政论节目必须公平起见嘛。但是民众党自己放弃啊，他自己不来的，所以整个的那个状况就是说，政论节目不可能收这个钱，所以这个钱到底是谁给陈志涵？陈志涵有没有收？然后陈志涵花到哪里去？或者是说谁花到哪里去？这个才是金流上面勾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那我可以帮，即便到了最近，我们还是有邀民众党的朋友，包括陈志涵他们，我们还是有邀 ，OK。但你没有办法看到他在这，我们也遗憾 ，OK。我们确实有邀，我希望能够让所有的人声音都能够呈现。那可是刚才讲到 QR code 那段，慧荣，可不可以问一下？就你自己开庭的感觉，包括他给你看的东西啊，你开庭的感觉 ，QR code 这件事情，你相信民众党说的子虚乌有、造谣，还是你相信小玉刚讲那段是真的？小玉讲的。说我刚刚不就说死定了吗？我是希望小草们能够冷静啦，哈，不要因为我上了这个节目就开始来骂我哈，那个祖宗八代都骂进去。我觉得先不要，那先冷静。那但是讲实在话，最后我也有跟检察官说，我很期待看到起诉书。是。对，我在节目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检方起诉书出来，一定要能够说服了，不是单纯要去说服小草的问题。那我觉得大家都在等看起诉书出来以后，包括列出来的所有的证据跟调查过程，能不能够让大家相信柯文哲是不是真的涉及到图利，甚或严重的所谓的受贿。这个对检方来讲，因为他起诉书出来，接下来就是到院方去，大家攻防，那个才更重要。杨明，如果照你自己来判断的话，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像一般？大家都觉得你再拖柯文哲大概严压的话，就是到1月初嘛。检方起诉书出来，一定要能够说服了，不是单纯要去说服小草的问题。那我觉得大家都在等看起诉书出来以后，包括列出来的所有的证据跟调查过程，能不能够让大家相信柯文哲是不是真的涉及到图利，甚或严重的所谓的受贿。这个对检方来讲，因为他起诉书出来，接下来就是到院方去，大家攻防，那个才更重要。杨明，如果照你自己来判断的话，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像一般？大家都觉得你再拖柯文哲大概严压的话，就是到1月初嘛。可是，一般来讲说，会不会在12月，可能在12月下旬的时候，就有可能要起诉？我相信，如果今天检方大概已经如果已经走到这个所有连那个 QR code 什么8大金库了，不是这一期周刊主要是讲8大金库嘛，也就是说。那个有点概念，就是说你的金流的大水库，我全部都串起来看。对，那如果今天是这样的话，那看起来那个轮廓应该已经进入到收尾的阶段了啦。我这个单纯是从就是说检方办案的轮廓，就是说如果这个你已经大概都已经离得差不多了，那差不多该是要写起诉书的时间点。那只是说这个谁认罪谁不认罪，那个是之后法院攻防的事情。但是就检方来讲，现在看起来应该就大概最后1个月左右的时间，应该会可以看到答案。OK， 所以起诉书，我要提醒这个大妈，你要说我期待看到起诉书里面到底写了哪些具体的事证。人家没那么强啦。不是，大妈的意思是讲说我没有讲的这么精准，但意思跟你一样，因为我怕那些小草说，哎呀，你看他很期待柯文哲被起诉。我讲你马上这个出车祸，你真对我真好。不过因为现在啊，行贿跟收贿啊，已经各有一方被拒保停押了，代表他们有一定程度都已经招供了嘛。吴顺明是违背职务收贿罪嘛，然后这个朱雅虎是违背职务行贿罪嘛，那可是他们对应的人又是不一样的啊。朱雅虎行贿的对象并不是吴顺明啊，所以朱雅虎行贿对象是市府方的，是柯文哲跟李文忠这一个 group。那这个行贿给这个吴顺明的是沈庆金这一端的哈，所以如果按照过去的判例的话哈，就全死了啦。就全死了啦，两端的就是有一边如果要是有人承认的话，有一边的收贿方已经承认了，那这一边的行贿方就算是不承认，他也应该死定了。那这一边的行贿方承认了，这一边的收贿方就算不承认也没有用了哈。所以现在检方等于是两端这一边呢，都各掌握了一边已经认罪了啊，所以这两个人也都被拒保停押了啊。所以在为这个金华城我觉得已经比较没有问题了啊。那我只是比较这个
这个好奇的是，他这一次的起诉书里面会不会连他柯主席的这一端都一起起诉？对，也就是他2022年那一串金光闪闪的人的证词。给了他几百又几百，那这些政治现金这一块，对，那这些钱，因为那一年他不是候选人，他不可以募款的，所以理论上他应该是说他要募给民众党的，但是民众党并没有这些入账，那就是侵占公益款嘛，那第一个钱到哪里？到现在没有找到啊。那第二个，这就是侵占背信嘛，所以这个部分，身为市长他可能收贿了，身为党主席他又侵占了政党的款项，那这两件事情会不会在这一次的起诉书一起去处理？那我觉得这个是会涉及说他出来以后有没有可能就请辞党主席，因为市长的事跟他政党没有关系。可是如果连党主席都侵占自己政党的钱的话，然后又很明确有一个账目的话，那我觉得这才是后续会造成民众党一个比较大的震荡的一个影响。所以刚刚为什么讲说，因为看一般以前的一些的判例的话，如果要是受贿跟行贿有一边承认的话，那对另外一边来讲的话，通常会非常的不利。在以前的一些判例，为什么？如果真的是在这种状况，通常在写的时候一定会有这几个词，意思就是他跟你并无宿怨，就我跟你没有仇。我没事干嘛要咬你？那再加上对，那一般一定大概会有这些词，所以如果真的有这样，除非你说到了一审，假设到了一审有没有翻供啦或者什么这些，如果都没有的话，那这个官司确实可能会比较不利的一种打法，但是会不会一定是这样？看后面证据受了一些的取舍。慧荣，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柯文哲讲？柯医师如果可以的话，你应该辞党主席，然后让民众党。全部打掉重练。那如果地方有地方的人愿意出来一起巩固地方，那就应该要巩固地方。那立法院原先就已经有8位了嘛，我觉得这也需要巩固。那党部这边呢，既然大家都已经是习惯作业了，也很熟悉，重点是在打掉重练。那这样的话，民众党也许还有机会继续的稳住，甚至稍微再回流一点点，因为你还是我的朋友，有机会我还是会去看你，但是你是我的朋友，你怎么样都是朋友。重点是你今天如果真的做错了事情，你没有保护好这个党，你没有尽到党主席的责任，你应该要辞职。担不担心今天上完节目以后？会跟张明天就不接电话，开始不接电话，没有啦，因为确实大家都会很多种不同的看法，甚至会觉得说我怎么可以亵渎神明，甚至我怎么可以来爆料，怎么可以去讲党主席的坏话？我说没有，我没有讲他的坏话，我讲的都是他跟我的对话哈。虽然说不应该把朋友之间的对话讲出来，可是这个人已经是关系到整个党。而且我也是个支持者，那还有这么多的支持者，如果你没有去看，有570页的500笔，有18万多人捐款给你或进进出出的账，这些人再来，更何况还有369万人支持你，这些你不用交代吗？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身为小草的人也不用引以为耻啦但是我觉得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这不是我们党主席说的。OK， 民进党创党天字第4号慧荣，其实刚才那段的意思就是，儿爱其羊，我爱其礼。就算你爱柯文哲，但是对民众党来讲的话，要永续的往下走。恐怕就是要面对到这样的一些事情，看怎么样去面对它。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是看检方在这将近1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面，检方最后真正能端出什么一些菜，能够说服全国所有的民众。刚前面一开始所讲的，希望棒球台湾的国球，希望在未来这所有大家现在的热情不要稍减，好不好？那拿你的热情，包括实际进场去支持所有的职棒的一些你心爱的一些的球员，这些不要只是当家政妇，不要只是。当那个陈太太，对陈太太 ，OK， 好，那因为你们没有份了，好吧？对啊 ，OK， 但是可以用真正实际的行动来支持我们的国家的国球 ，OK， 非常谢谢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慧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希望我们明天见，拜拜。